当时进屋，我就用特别犀利的眼神我看着他，我就这么看着他，硬不硬？行不行？硬。陆律师，求求你了，你帮帮我吧，你帮帮我吧。他明明可以和解，非要让人家离婚，你缺德不缺德呀你？咱跟你和解，咱得提条件，你答应咱和解，你不答应咱不成。行，我要让这个吴姨给我下跪。我愿意跪，要不这样，我先跪，他再给钱。我已经跟夏芳草女士说了可能存在的风险，所以夏女士决定了，暂时不考虑和你们签和解协议了。阿姨，那就真要打核战争了？那不行，不是合着我干嘛？我忙了一个上午，你这一个提醒，我白干了。妈，你是哪一波的呀？不，我肯定是你这一波的。你是我这波的，我怎么觉得你是卧底呀？阿姨是过来人。妈，您别做了，咱下午飞机，咱上机场吃去吧。事儿没办完呢，人家特别信任我啊，我这事儿办了一半，我走了，这算什么呀？哎妈，我爸现在会玩微信了还？玩他的呗。老头够洋气的，会用微信发照片呢。发就发呗。哎妈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油焖大虾。馋了呗。不是，您看这盛油焖大虾这盘子，您不觉得眼熟吗？咱家啊，咱家呗。咱家怎么会有油焖大虾呢？我爸他也不会做饭呢。老头子，我才出来几天，他就往家里面招人了。他，我爸太过分了呀！机场吃去，必须的，走。哎，那妈，那个夏芳草郑天涯事儿你不管了？我不管了。那一家全是奇葩，就没一朵正常的。你得赶紧收拾行李。哎妈，行李早就收拾好了。你请慢用。这两口子呀，闹到最后其实就是一个字儿：钱。那不一定。哎，有的女人喜欢钱，有的女人啊不喜欢钱。就我们俩就不是为了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媳妇儿是一个什么视金钱如粪土的人。真的，我们结婚的时候啊，是我们家穷，他们家富。我们俩的新房都是娘家出钱租的。你老婆这么好，你为什么离呢？不是没辙吗？啊，把你们请来，出个主意，最好就是说，能够顺顺当当的、平平安安的，最好他离婚就很快乐的就离了。你有外遇了？不算，有还是没有啊？没有。嫂子有。不可能。那你干嘛离婚啊？不离婚怎么了？离婚不是很正常的吗？这都这么多离婚呢，是不是？啊，俩人过烦了，他就突然顿悟了，想离婚了，是吧？就是想自己过了，或者想出家了，怎么了？你啊，你这是顿悟了？顿悟了？你这是禽兽不如。什么叫禽兽不如啊？不如禽兽。我要是禽兽，就不这么折腾了，没这么费劲了，我直接就离了。这不现在不如禽兽嘛，咱得人性化一点，是吧？我就不想伤害他，说白了，是吧？想让他这么顺顺当当的啊，让他很快快乐乐的把婚离了，行不行？赶紧出个主意，快！我不管，我是你公司的法务，你的家事我不掺和。你是我哥们儿啊！我现在水深火热了，是不是？你不管，
你管不管？不管，不管。你管。来，董先生，您别着急，我觉得咱们可以在这个卖房子上想想招。我不做房地产。哎呀，我这就是想跟您探讨一下，咱们国家不是有规定吗？说卖房子得交这20%的个人所得税，除非这套房子它是唯一住房。你是禽兽。怎么回事？今儿禽兽开会是吧？哎，我没听懂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教你假离婚呢。假离婚？但是咱们得假戏真做。您就跟您太太说啊，您想卖房子，但是为了避那20%的个人所得税，您必须假离婚，然后把这房子呢过到他名下。这么一来，他得了房子，你们俩离了婚，您对他也永远没有愧疚感了。这个会不会有什么不良的后果呀？要是嫂子她有顾虑啊，您就给她写一保证书，就保证说房子只要卖了，立马复婚，这样她就放心了。不，那不白离了吗？这种保证书没有法律效力的，只要您不愿意复婚啊，就算他告到中南海，他也拿您没招。哦，这好，这个好，哎，这双赢这主意。双赢什么呀？你为什么要骗你老婆离婚呢？不是，关键是我心里踏实啊，我心里踏实就行了啊。我心里踏实，他心里就踏实了。他实在不踏实，他想明白了，他笨，他慢慢想，想明白他也就踏实了。好主意啊！来，小根，去把车开过来。好的。哎呀，老董，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就别来这套了。小刚那个主意啊，出的不好，我答应给你想想别的办法，行不？猜猜我是谁？猜不到要抽惩罚。你是谁？我听不出来。Uncle，你不认识我啦？你是谁啊？你太伤人了，小时候你还亲过我呢。姑娘，这个咱可别瞎说啊，诬陷人是要犯法的。Uncle，我是小叶啊。你小叶啊？你长这么大了？那我刚才跟你舅舅在里边吃饭，你怎么不进来呢？我刚刚跟同学在隔壁吃饭，然后看到你跟我舅舅在一起啦。你现在在哪儿啊？我在新加坡念研究生，因为现在放假，所以回来玩。是吗？对啊。哦，对了，我现在有个新名字哦，叫 Anna K。Anna K。AK 啊？我懂。那这样，找天啊，叫上你舅舅，uncle请你吃饭，好吧？好啊。这个 uncle 今天也没带上。哎 ，uncle 送你一个口罩。嘿嘿嘿，到北京来怎么能不戴口罩？今天雾霾。uncle 走了。哎 ，uncle， 这么难得见你一次，要不让我送你吧？你有车吗？有啊。这么漂亮。我的车很快哦，一下就把雾霾甩开了。好，坐你车。小刚，你回去吧。哦。咱俩换换，我来开好不好？不要嘛，你知道吗？在新加坡，我的父母是不让我开车的。人家好不容易才开一次车，你就让我带你去兜兜风吧。好，这个 AK 啊，这个咱们意思就行了。这个咱们把这个 GPS 打开，叔叔还有事儿呢。这个回家吧。就不，我开车，你放心。条条大路通你家，前面还有跟我玩的呢。还来啊！哎，慢点。哎。
我听下来啊，我觉得这事儿有谎。咱嫂子，他现在已经不认识啊，对，她已经有男人了，这我不叫习惯了，以后不叫。以后啊，就叫那老娘们儿。说正事儿。这老娘们儿，她肯提条件，就说明有商量的余地。毕竟你是她孩子的亲爹呀，啊，这事儿说白了，她让吴一跪，她不让你跪，那她恨的是吴一。吴一，我说这话你也别不爱听，对我们男人来讲，这杀父之仇、夺妻之恨，那都是不共戴天的。对你们女人也一样，你把人老公都给夺了，那不叫横刀夺爱吗？他能不恨你吗？那他自己不也有男人吗？就因为他有男人了，所以这事儿才有和解的可能，要不然他还不扒了你的皮呀？哎，你说说啊，这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？大家都是女人，就因为都是女人才互相为难呢。这是一男一女，不就没事了吗？吴一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庆幸吧。这要是生活在古代，就你这样的，陈塘都算轻的。呀！干嘛呢你？哎呦，宝宝，不，哎呦，宝宝，哎呦，咱说这话孩子也能听懂啊？废话。哎，一会儿啊，别带孩子去啊。你们俩去，我带孩子。你不去啊？那不行啊。我去，孩子怎么办啊？孩子一会儿，那不行，你不是，大哥不能去，大哥要露面了，那下帮手肯定蹬鼻子上脸的。不行，你必须去。我去，孩子怎么办啊？哎呀，看，你看这鱼让你给喂的肥的。是啊，鱼是肥了，我瘦了。哎，过两天咱们家喂条大狗行不行？还是算了，弄过来也是我养，你会养什么呀？哎，我会养什么？你说我会养什么？哎，瞧见没？摄像头还没拆呢啊！拆它干嘛？反正是他们给咱家装的，正好防盗用。你是不是诚心想让郑天涯看见他？那现在就去拆？我开个玩笑啊，装着吧，装的挺好，也照不到别的地方，还真防盗。还是拆了吧，省得你多心。我多省心呀！顾伟，我觉得我们俩之间哈，不管是什么事情，都不能掖着藏着。你说哈，开始的时候我说拆了它吧，你说不拆，啊，留着防盗用。现在我说不拆了吧，你心里又不愿意。你是不是觉得在这个家你进进出出的，郑天涯要是想见到你就能看见你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拿你跟他赌气啊？你还真说着了，我就是一直觉着你是和他在赌气。哎呦，我干嘛跟他赌气呀？那你干嘛非得让吴一给你下跪磕头啊？我生气。生什么气？他把我家都给拆了，我能不生气吗？打不还口，骂不还手啊！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吧？对，我紧张。我去，又不是你去，你紧张什么呀？就是因为你去，我才紧张的呀。要是我去，我还紧张了。
大哥，你放心，有我呢。好，走，哎，有车，来。你和郑天涯之间的事儿，我一直不愿意多说。我就觉着吧，说深了说浅了都不是。顾伟，你看哈，现在我女儿挺支持咱们的，咱们就是一家人，你不能把自己当成外人，心里有什么就应该说出来，对吧？那行，那我就说，他们不就是想要点东西，要点钱吗？你跟他们扯来扯去，扯什么呀？我的意思啊，就是在法院没有结案之前，你到底算不算单身，算不算离异？别人会怎么看我？我是离婚了呀，我是离婚了。那离婚证呢？你就差个离婚证嘛，这事儿你要不是不知道，我也没瞒你啊。我没说你瞒我，算了，不说了。鱼也都喂过了，话也叫完了，我还有点别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顾威，什么都不用说了，等你把所有的事儿都办踏实了，把离婚证拿到了，咱们再说吧。你怕什么呀？唾沫星子淹死人，别忘了，摄像头还在那儿装着呢。千万别动手啊！好。走上来！你们这是要走上来？干嘛呀？2、3，别拍了，再拍我给你砸了，你信不信？这是人家家事，关你什么事？顾威，下去！您说话算话吧？什么呀？你不是说了吗？我给你磕仨头，你录下来，你就把该给我们的房子钱都给我们。你看协议书我都带来了，你就签字吧。我跟你签得着吗？我跟郑天涯离婚，你算干嘛的？哎，那你就不讲理了。你跟郑天涯离婚，干嘛让我给你磕头啊？逗你玩儿。行，没关系，那你还我。我刚才怎么跟你磕的，你就给我磕回来。你看清楚了，这是我家，你给我滚蛋！哎，你出去！你干嘛呀你？见过不要脸的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！你拍什么？这还拍？我给你打了！我给你打了！你还打人干嘛？喂，池律师，你赶快来吧，打起来了！我马上去一趟。好嘞。AK 啊，这个赶紧送安考回家啊，安考这还有工作呢。安考，你哪有那么忙啊？真这么忙啊？哎，萝莉，哎，对，啊是，哎，咱马上过去吧。我马上就到公寓了。哎，好，啊，那咱们一块儿从公寓走啊。师傅，不好意思，咱们掉个头。哟，坏了！怎么了？我那个包落我朋友车里了。回头取趟不就完了吗？我钱包在那个包里。哦，知道了，我付吧。铁公鸡。
什么意思？我至于的吗？我还你啊！你当然得还我了。AA 制啊，78块5。律师，把我机器咔咔咔给我砸，拿那鞋底子啊，照我脑袋，啪啪啪就这么抽。哎，我问你，这么打人算不算犯法？打你是轻的，没打残就不错了。哎，打残违法啊！他要是在大街上打你啊，犯法；但他是在他们家打你，白打。小罗，咱们是做律师的，说话要严谨。在大街上打人犯法，在家里打人一样犯法。老池，做律师呢，还是要有基本的是非观的。是他扛着机器上别人家，连招呼都不带打的，进门就拍，这叫什么呀？这叫找打。我是说，他可以报警。报警要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还要我们律师调解干嘛呀？今天这个我和罗律师都在，法院呀也支持咱们双方进行调解，特别难得。今天咱们所有的当事人都在，我提个议，能不能就在这儿，我们进行一次调解？我不要调解，我要判。我跟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。夏女士，这个判是一种解决方法，调解也是一种解决方法。您怎么知道这个调解的结果就不如判的好呢？那你怎么知道判的结果就没有调解的好呢？我就是要个说法，白纸黑字说清楚了。哎，您这句话说的对，咱们其实就是要一个说法，要把这件事说清楚了，是吧？说清楚这件事没必要花那么多的钱。我的意思啊，咱们尽量的节省司法成本。如果今天在这儿能把事儿说清楚了，何必再去打这个官司呢？这样，夏女士，如果今天咱们在这儿调解不成，说不清楚，咱们再去打这个官司，好不好？你们同意吧？夏女士，您先说。好，我先说。我呢，就是讨个说法。你说，郑天涯在外边有了女人，还有了孩子，回来要分我的钱，这样做对不对？对。不对。啊，我是说他说的有道理。要不要脸？谁不要脸？哎，这个咱们说好的是调解啊，这个调解一要讲理，二不吵架，三不打架，行吗？那您坐下说。那你就没有找别的男人吗？这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你插足我们家，哎，你是不是想男人想疯了？没有结婚都生孩子？那你跟他结婚了吗？哎，搞清楚了啊！这可是郑天涯撇下母女在先，我们离婚协议已经签好了，我才找的，跟你不一样。好，既然你承认了你们签了离婚协议，那郑天涯在外边有了女人，生了儿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碍着你什么了？没有什么关系，你给我打什么官司？分什么钱呀？天涯，我今天呢，就想跟你心平气和的聊聊。你说，咱们俩到底是谁做错了？你说你在外边有女人，还有了孩子，回来你就给我打官司分钱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，你说我的财产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吗？你走了以后，这些都是我一个人辛辛苦苦自己赚的。你说你一走这么长时间，
回来就要分钱，我凭什么分给你？你赚的，本钱谁给你的？你拿着他的钱开店，你说跟他没关系？你找男人没事儿，咱们婚姻自由，你倒贴也行，你得把他的那份钱还给他。你不能说你挣的钱跟他没关系，这事儿上哪儿说去我都不怕。你就是潘金莲，找了个西门庆，陷害亲夫，说亲夫重婚，你们俩到底离没离？你心里最清楚。潘金莲，谁是西门庆？你信不信我？不能打，不能打！这一路曲折又漫长，有许多鸟语和他乡，忘了他曾走在你的身旁。顾伟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说，顾伟。这一段奔波太顾伟，顾伟，你别走，你别走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顾伟，在人的海洋听一听你的脚步，别把爱丢失迷了路，松开已久的手，可以再次紧紧握住。听一听你的脚步，等一下身后的幸福，空了太久的心，可以再次拥有它的爱情永驻。怎么想起带个摄像机啊？那我不得留个证据啊？他说的，我磕头，他给钱，我磕了他不给钱，他就是不讲理，那他就得还我。我怎么给他磕的，他怎么给我磕回来？你听说过哪个法院，这个判当事双方一方给另一方磕头的呢？这个不合法呀。那他凭什么让我给他磕头？那你可以不磕嘛。那我白磕了。可不白磕了。车律师，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呀？咱们为什么要调解？调解就是要给别人服软。磕头也罢，敬茶也罢，为什么呢？为的是让人家心里高兴，这篇就翻过去了。你们这叫什么？人多势众，示威啊？没示威啊，我们是来服软来了。不，您说那个法庭上要讲证据嘛，所以我们就带个 DV 来拍啊。你这是服软吗？啊，你带个 DV， 带个黑社会，谁是黑社会啊？长胖点剃光头，他就是黑社会啊！我跟你说，我是有单位的人，你还不信呐？大哥，咱还聊吗？大头，你干嘛呢你？不是，这不骂人呢吗？说人是黑社会，不是我这说明白点儿。行了，哎你，不，是那你说这个这事赖我怎么办？好，不会，好。哎，别走，看看瞧瞧这，哎呦，真不错啊！嗯。哎呦，怎么样？杜大海，这相当的不错啊！不错，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家就缺这么一套。整合一下资源，把那套小的卖了，咱就买这套。买什么买？你就想吧，买不了，看也白看，说也白说。为什么呀？当然了，想想就是买不了。第一，我跟你说，现在房子根本卖不起价，卖房子得交税啊，个人所得税20%，知道吗？20%。第二，咱们家一共有3套房，卖一套还剩2套。国家有规定，以家庭为单位，限购只能2套。如果想买新房子，咱还得再买一套，懂吧？不是，我说你傻呀，是不是？你才傻。哎，国家规定，每家唯一的那套啊是不收个人所得税的。如果是单身呢，哎，还有资格买另外一套，对不对？
婚礼不是单身啊，咱们是以家庭为单位啊，咱们有房住啊，对不对？我是说，如果咱们俩离婚呢，那离婚离什么婚呢？我说就是假的，咱们俩假离婚。怎么个假离婚啊？什么意思？怎么假离婚了？我跟你说啊，咱们呢签一个那个离婚协议，哎，把家里的所有的东西、所有的房子、钱都给你堆到你这儿来，我呢就留一套要卖的那套小的，然后呢我就把它卖了，不就不收那个个人所得税了吗？那你看我离婚了，我单身，没地方住，我就有权利买另外一套啊。哎，再说你父母岁数都大了，对不对？住在外边吧，你又不放心；住到咱们家，你说住得下吗？啊，这样很简单，我们呢，把婚一离，房子一卖，别墅一买，父母搬进来，咱俩一复婚，成了。谁给你出的主意啊？这还用出主意吗？现在为了买房子，离婚的遍地都是。我哥们儿就做律师的，他就跟我说，卖房特别简单，你知道吧？离婚就行了，填份资料，咱们盖个章，然后往那一递，当天就办了，特快。真的？真的。那再让我想想吧。不是，哎呦，你吧，我跟你说，你最爱磨叽。哎，我怎么就最爱磨叽了？你说当初这房子我让你早卖，不卖，拖到最后，哎，政策下来了，得加20%附加税，是不是？你卖吧。现在吧，假离婚，哎，你又拖。我跟你说啊，哪天国家哐当下一政策，就像法国似的，想离婚吧，先公示，拖你个1年半载，那不是毁了吗？真是的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生那么大气干嘛呀？我就是觉着吧，这事儿有点不靠谱。为了买个房子卖个房子就去闹离婚，还是假离婚，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？不，哎，我看看，这靠谱吗？啊，靠谱。精装大宅，传世别墅啊！什么叫传世？知道吗？啊，就是咱们这一代人呐，住了不算，传给咱女儿，咱女儿再传给她的孩子，再传给她孙子，孙子再传孙子，咱子子孙孙传下去。传不了，不可能。这国家有规定，土地使用权就是70年，子子孙孙传不了。那也得传，能传几年传几年。你说你老这么拖拖拉拉，这房子没了就……哎呦，干嘛呀？没就没了呗，有什么了不起？咱家又不是没地儿住，你甭吓我啊！我告诉你，董大海，不是，还得把你父母接过来呢，是吧？哎，你说父母来了，咱怎么住？哎呀，我就是心里觉得不太踏实。你说咱为了买个房子就去离婚，万一被人识破了、发现了，那怎么弄啊？多没面子啊！不是，谁识破这个呀？现在许多人都离婚了，谁管这个呀？再说，咱们得去领那个小绿本嘛，那离婚证，领了那证，那就是真的了，那就没怕识破，不用。那就真离婚了啊？不是，咱还复婚呢吗？咱俩还复婚呢吗？就为了房子嘛，走这程序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你甭管了，我都问过我那律师了，没问题。哎，再说这协议上写的很清楚，哎，房子、车全都给你了，我就要一套小房子要卖的。回头我们那小房子卖了，您不跟我复婚了，我住哪儿去啊？我住门洞啊？啊？哎呦，怎么会不跟你复婚啊？那你再想想，哎呦喂，你真是的！我告诉你啊，你再不放心，买这别墅，咱俩一复婚，马上就改名，户主苗锦绣。好好想想。哎呀，你好好
看看这过这村没这店了，真是脑子慢想什么呀？你使使想。嫂子，那个我错了。嫂子，我们把这个拆下来了。那个我们不应该在你家安这个东西。先走吧。你先前面走，打车去啊。我有点事。怎么？那个，这对不住啊。那个，我想有个事儿求您一下。你说。我刚看着那个夏芳草，他有点那个，你也知道他以前服过药，我就担心别出什么事儿，就麻烦您劝劝他。好，早这样想就好了。哎呀，我这也不知道，咱们就这个鬼迷心窍了。这一日夫妻百日恩嘛，他还是我孩子的妈。我呢就想着他好好的就行了。哎，麻烦您了。放心吧。哎，你受累了，我尽力。拜托。走了。哎。